这是我新买的妙控板，在购买它之前，我充满疑惑，这么简单的一块玻璃板需要900块钱，它凭什么？但在使用了1个月之后，我开始有点离不开它了。是什么让我有了这样的转变？又是哪些因素让我逐渐离不开它了呢？锁定这个视频，我将逐一为大家拆解。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也会给出关于这款妙控板的购买建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范视角，我是飞恩。今天来跟大家开箱一台苹果妙控板。在购买这款妙控板之前，我其实也有过几点迟疑。一是延迟。当我产生买妙控板的想法之初，我就先去小红书、YouTube 以及 B 站上去搜寻了相应的信息，看看别的博主对这款产品的评价如何。特别是我所担心的延迟，当时所得到的信息是延迟很明显，除非用自带的数据线有线的连接到 MacBook 上，才可以大幅降低延迟。而且即使这样，它的使用感受仍然不及 MacBook 自带的触控板。这样的初步结论打消了我很多的购买热情，但是我还是没有死心，所以我就去到了 Apple 直营店进行了试用。当时我所试用的妙控板是连接在 iMac 上的，不知道是因为那台 iMac 的刷新率是60赫兹的原因还是什么，当时给我的使用感受确实不太好，延迟非常明显，所以当时我就打消了购买它的想法。二是必要性，因为当时我是将 MacBook 直接放在书桌上使用的，所以它自带的触控板也是可以比较方便的使用得到的，所以当时购买它的必要性并不是很强，这也是我迟疑的原因之一。三是价格，900块的一块玻璃板，而且在当时的我看来，它也就是一个鼠标的替代品，并且我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用的游戏鼠标了，所以当时我觉得它有点不值。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又买了它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我的使用场景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剪辑的主力机是我的 MacBook， 而我以前剪辑的时候是这样的，时间久了之后，颈椎和手腕都非常的酸痛，所以我需要通过改变我屏幕的摆放方式来调整我的剪辑坐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样一来，肩颈和腰背的压力都小了很多，即便是连续剪辑几个小时，也不至于像以前那样酸痛了。但是屏幕摆放方式的改变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我没有键盘和触控板可以用了。Oh no！ 键盘的问题还好解决，我把我几年前闲置的罗技 K780重新拿了出来，它的布局以及它与 macOS 的兼容性都很好，这就解决了键盘的问题。但是触控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眼前只有2种选择，要么使用鼠标，要么买一块妙控板。那诚如前面跟大家分享的那样，我出于延迟、必要性、价格这3个方面的考量，没有购买妙控板。所以眼前最便捷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鼠标代替触控板使用。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由于剪辑需要频繁地调整时间线的位置，以及对时间线进行缩放操作，这样的操作用鼠标就非常的不方便。而如果是在妙控板上，那么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手指捏合以及双指的滑动就能够完成。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要是可以使用触控板就好了。但是频繁的去到架起来的 MacBook 上去使用触控板，显然不现实，也不方便。这就自然而然的把我推到了唯一的选择，购买外置妙控板。原先的3个因素中，必要性现在有了，价格我也不得不去妥协。那么我最关心的，也是最担心的延迟到底如何呢？我们将在开箱之后进行实机测试，并且把它与 MacBook 自带的触控板以及我手里的雷蛇游戏鼠标进行一个横评，看它到底值不值900块钱的价格。好，我们现在来开箱这台苹果妙控板。包装还是一如既往的简洁。好，打开。好，这就是妙控板本体说明书以及一根 USB
C2C 的数据线。质感很好，表面是磨砂玻璃质感的。好，这是一根编织线，双 C 口。好，这就是开箱。好，下面我们分别来测试一下 MacBook 内置触控板雷蛇 V3X 游戏鼠标、妙控板以蓝牙无线形式连接以及以有线形式连接下的流畅程度。轮询率是评价鼠标或者触控板流畅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轮询率，就是指鼠标或者触控板每秒向计算机报告其光标所在位置的次数。所以说，轮询率越高，往往使用的延迟就越低，也就是说，使用的流畅度就越高。下面我们就分别来测试一下4种情况下的轮询率。我在测试的时候所使用的外接屏幕的刷新率是160赫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acBook 内置妙控板的轮询率，它平均在125赫兹左右。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雷蛇 V3X 的轮询率。它的轮询率大概平均在135赫兹左右，比 MacBook 内置的触控板轮询率要稍微高一点。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外置妙控板以蓝牙形式无线连接的时候，它的轮询率。OK， 大家能够看到它的轮询率在155到160赫兹之间，它的平均轮询率呢是要比内置的触控板的轮询率要再高个30赫兹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外置妙控板以有线形式连接到 MacBook 上，它的表现如何？好，大家能看到它的平均轮询率在160赫兹左右，跟蓝牙形式连接的别无二致。我们来感受一下妙控板的振动反馈。由于妙控板的压感振动是由它机内马达模拟产生的，所以在关闭的状态下，它是不会产生振动的。好，我们把开关打开，这个时候按它的话，就会产生咯哒咯哒的声音。那我们先来介绍2个使用技巧以及建议设置。第一个，轻点来按。首先打开系统设置，找到触控板，建议将轻点来点按这个选项选上。如果没有选上的话，你通过手指轻点触控板是没有办法选中这个文件的，除非你将触控板点按下去才能选中。好，我们将这个按钮打开。第二个设置建议是3指拖移，同样是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辅助功能，找到指针控制，找到触控板选项，然后将使用触控板进行拖移选项打开。拖移样式选择3指拖移。OK， 这样就可以通过3个手指的滑动对选中的对象进行拖移了。好，确定。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常用的触控板手势操作。第一个，测试一下轻点来点按。注意我没有点下去，选中了。第二个，进行3指拖移，3个手指选择
拖移，这样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对某个文件、某个对象进行拖移了。好，同样3指范围选中对象。好，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进行缩放，比如说我们打开一张图片，通过2指捏合来进行放大、缩小。好，放大、缩小，还可以通过双指的旋转来进行对对象的旋转，比如说这张图片，我们对它进行向左旋转。OK， 这样就可以向左旋转了。如果你想要接受这样的旋转，选择这个选项即可。那我们现在先撤销，再测试一下向右旋转。OK， 同样的效果。好，3指拖移，这个是演示了放大、缩小以及拖移。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常用的手势，比如说显示桌面，那么就通过4指的开合来进行完成。那现在比如想要进行显示桌面，那么通过这样就可以了，合起来，那就又显示了刚才的画面。在这样的画面之下，那我们进行直接捏合的话，那就打开了启动台，同样再进行逆操作，就又回到了刚才的画面。好，这个呢就是常用的显示桌面以及显示启动台的操作。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4指向上推移的方式来显示调度中心。OK， 这样就显示了调度中心。如果你有多个桌面，或者你想要新建桌面的话，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比如说你选中第2个桌面 ，OK， 你又想要选择第1个桌面，同样推移，然后进行。然后如果嫌刚才那样的一个方式比较费事儿的话，也可以通过4指来进行横扫来切换，通过4个手指往左一扫，来切换到刚才的一个桌面2，同样的向右一扫又显示到了这个桌面。这个就是常用的几个手势操作。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那苹果的官网是有对手势进行相应的介绍的，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1个月的使用之后，我几乎不怎么使用鼠标了，除非剪辑的时候需要非常精细的去调整参数，才偶尔搭配鼠标使用。所以如果你同样存在以下需求，比如需要把 MacBook 架高使用，需要把 MacBook 盒盖外接屏幕使用，或者进行音视频的剪辑，或者你已经非常依赖使用 macOS 的手势操作，亦或者你还没有找到一款与自己的需求以及使用习惯非常适配的鼠标，那么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购买这款妙控版，这样才能够享受到完全体的 macOS。 但是如果你没有以上需求，或者你手里现有的鼠标已经完全能够满足你日常的使用需求了，那就不建议再去花900块钱去购买它了。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还请帮我点个订阅、喜欢，这对我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都会回复大家的留言。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